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只想把。老哥，你能不能别窝在家里面了？出门活动活动不行吗？小丫头，你管我干什么？宅男的快乐你不懂。苏雪莹是苏琪的堂妹，自从苏琪母亲秦雨欣在1年前出差工作以后，平时房子里面就只剩下他们2个了。老哥，还有1个月就开学了，你难道不想在魔法高中里面夺得好成绩，分到一个好班级，然后获得好资源，走个好大学，最后走上人生巅峰吗？不，我不想。人生不摆烂，就如同可乐没气泡一样没有意义。苏琪穿越蓝星已经16年了，蓝星并没有修仙者，但是却有一种名为法师的特殊存在。法师的地位就和玄幻世界修仙者一样。上一世他为了守护仙界和魔神明争暗斗几千年，现在好不容易可以摆烂享受人生，为什么要去奋斗？对于这些魔法他并不感兴趣，在他眼里，这种所谓的魔法练得再怎么出色，也依然无法和修仙相提并论。况且现在苏琪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在蓝星几乎没有对手。居然有人想让我去奋斗，奋斗个锤子啊！晚上6点之前不许回来。婶子走之前让我多管管老哥，让他多出去运动运动。可是这家伙倒好，一天天的就盯着电视和可乐。我得想个办法让他对外面更兴趣，要不然他这身体迟早的彻底荒废。谁规定只能在家里面当宅男了？老板，开机。充多少？现在充100送50。自从苏琪母亲秦雨欣离开以后，家里面的生活费就全都在苏雪莹一个人手上。特么，没钱我连宅都没有办法。小姐姐，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什么路子最容易挣钱吗？挣钱当然是去当猎人了。哦，猎人。苏琪闻言一愣，这个职业他也听说过，说白了就是法师组队去猎杀妖物，或者是办些任务拿佣金。请问，小弟弟，猎妖协会可不是你这样的小孩子可以来的地方哦。啊！听见对面女人这话，苏琪才反应过来，当猎人至少要年满18岁。我现在才16岁，能当个毛的猎人啊？不过问题不大。不一会儿，苏琪戴着一个面具出现在人群中，招聘队友，还只要雷系法师。招聘这么刻薄，活该招不到人。雷系是所有属性里面威力最强的属性，因为其在对付妖兽时候可以直接无视对方的灵甲等多种防御。不过强大的同时也代表稀少，而苏琪自然不是雷系法师，他觉醒的是火系。谁规定只有法师能控制雷电了？你们要雷系法师？哦，难道你是？陈振东略感诧异的抬头，而苏琪则是点了点头，随后就见苏琪猛然握起头，瞬间耀眼的雷光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上。不是吧？真有雷系法师来当猎人？雷系法师这种稀有存在，不都是各大家族的大宝贝吗？为什么会有过来当猎人的？难道是野生的雷系法师？苏琪成功加入了猎人队，名为天鹰猎妖队。我是天鹰猎妖队的队长陈振东，欢迎你加入天鹰猎妖队。对了，苏琪，咱们猎妖队接取了一个任务，需要去击杀一只中阶妖兽，你要不要一起过去？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会去呢？算了，我很弱的，有什么小事再叫我吧。其他人便瞬间明白，看样子这个苏琪应该只是一名初阶法师，但雷系实在是太稀缺了，队长舍不得放走这个潜力强大的苗子。哈哈，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等下一次的合作了。那个队长，我入伍有没有入伍费啊？我上网吧没钱，所以我才想加入猎妖队赚点钱。啊，入伍费？你一个稀有且潜力无限的雷系法师，竟然痴迷于电脑，竟然自甘堕落，沉迷于网行，如此天赋怎么可以浪费？不行，这次任务必须把他带上，通过战斗来让他意识到实力究竟有多么重要。这样吧，苏琪，我们这次的任务耗费时间应该也就几个小时，你跟我们过去，我们会保护你，也算是对你心性的考核和磨练。通过以后，我就给你3万的入伍费，你看怎么样？有钱早说啊，别说3万了，3000我都去啊。好家伙，这位就是个奇葩。天鹰猎妖队接取的任务是猎杀中阶魔蛇，魔蛇位于彭城外10里的一个荒区，那边以前是个开发区，只不过因为这几年经常有魔物出现，所以已经被废弃。这样的苗子怎么可以如此没有上进心？看来必须得好好练练他。在树林当中，偶尔会出现一些连街都没有的普通魔物，比如妖鼠、妖虫什么的。不过这些自然不被放在眼里，很快就被天鹰猎妖队的人给消灭了。前方树林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开发到一半就被废弃的空旷公园。别走了，我们找的魔蛇就在里面伺机而动，我们进去肯定会被偷袭的。此话一出，陈振东略感诧异，自己中阶10星的法师都没有发现魔蛇的踪迹，他一个初阶法师怎么可能会发现？不过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有没有危险我们队长不知道吗？需要你一个初阶法师来提醒。别吵了，大家做好戒备。陈振东的话让所有人戒备达到了极点。就在这时，一道黑色身影就突然冲出。人类竟敢闯入我的领地，你们一个也别想走。你的对手是我，火球术。火系和体系这个搭配弥补了法师近战的不足和体式远程消耗的弱点，不错。战斗彻底打响，所有人都开始使用各种反攻技。妖兽去死吧！烈焰火线，打中了，太好了！看样子自己这是进入了一个顶尖的猎妖队啊。不过如果他们只有这点实力的话，怕还不够呢。苏琪心中暗自点头，他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法师战斗，心中难免有些好奇。浓烟过后，魔蛇身上突然爆发出了恐怖的气势，他竟然突破限制成为了高阶妖兽。不好，快跑！高阶妖兽根本不是我们这个中阶猎妖队可以对抗的。队伍瞬间就陷入到了恐慌，虽然眼神当中充满了惧怕，但是却并没有一个人离开。队长能在战斗当中死去，是我们的荣耀。对，宁愿战死也不逃跑。好样的！
看来只能来世再做兄弟了。陈振东话音刚落，魔蛇猛然喷出一条火线，火焰并不是正常的紫，而是漆黑色的妖。随着火线的到来，众人也都闭上了眼睛。真是麻烦。一个身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正是苏琪。只见苏琪手伸出，原本的熊熊烈火骤然消失，随后跳闪电。闪电消失后，而魔蛇则已经变为焦飞，重重倒在地上。打完收工。10分钟后，众人休整好。对于这个新来的苏琪，实际上是个大佬的事情，也已经接受。队长，这是什么魔法卡？你都不知道？在妖兽死去之后，就会掉落一张魔法卡，有了这卡片就可以使用这只妖兽的本命妖法，不过只能使用一次，然后就会消失。原来还有这样的好东西。苏琪收好卡片之后，瞬间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嘿嘿，终于又有了一个新的爱好了。众人离开以后，有2个黑袍人来到了这个地方。这焦黑的妖兽，他们有些茫然。彭城什么时候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雷系法师？给我查。是。大半个月后，苏琪被苏雪莹拽出了网吧。臭老哥，跟我回家，明天就开学了，你必须跟我回去收拾东西。不，我要打游戏，我要看动漫，我不要上学啊！这个少年在网吧摆烂半个月，最终开学前一天被自己妹妹强行拖走，到了学校依然是睡觉摆烂。我是你们的班主任，我叫孙兰雪，是一名中阶冰系法师。2个月后就是期中考试，我希望到时候你们能有卓越的表现，这样你们才能拿到更好的资源，更容易考一个好的魔法大学。孙兰雪滔滔不绝地说着，突然她注意到了在后排睡觉的苏琪。好家伙，竟然有学生敢在第1节课就睡觉！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苏琪，老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苏琪，我没记错，你是初阶1星法师吧？虽然你的起点很低，但这也不是你自暴自弃的理由啊。还有，孙兰雪活口活心地劝说着苏琪，苏琪实在是抵抗不住了，只能开口求饶。老师，我以后肯定努力学习，努力向着中阶法师前进。老师，你再怎么说也没有用啊，他该怎么样还会怎么样。我跟他一个初中的，苏琪初中时候就这样，根本没有人能说动他。孙兰雪闻言先是一愣，随后一脸严肃地看向了苏琪。苏琪，如果你的天赋是些比较没用的系，我就不说什么了。但你可是火系法师，前途无量。老师不想看见你堕落下去。这样，只要你能在期中之前到达5星，老师就送你一件魔法器。魔法器？苏琪顿时来了兴趣。魔法器就是类似于修仙者的法宝，他到现在可是还没有一件魔法器啊。没错，就是魔法器。老师说到做到。下课后，苏琪本打算趴一会，结果旁边一位同学打断了他。哥们，一起上厕所不？上厕所，带我一个。然后苏琪便认识了新朋友。苏琪，你看见那个美女了没？哦，李慕白指着不远处一个在操场站着与其他女生聊天的少女问道。这少女不仅身材高挑，长得也绝对是清纯可人。那是我的女神聂心怡，很早就暗恋她了，只是可惜啊，哥们不配，人家尖子班学生，而哥们爱。李慕白抬头看天，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这是失恋。所以说你是舔狗吗？不，我和舔狗可不一样，我不会去烦我的女神，我只会在后面默默观看。暗恋还不如舔狗。苏琪，你滚！这边聂心怡在发现自己闺蜜苏雪莹在盯着一群少年，看得有些出神。自己这个闺蜜可是对男生都拒而远之的。雪莹，你在看什么？没什么，我们快回班级吧，外面有点冷了。老哥总算是有朋友了，太不容易了，他终于是长大了。看着苏雪莹这副心不在焉的表情，聂心怡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难道说自己这个闺蜜有喜欢的人了，而且就在刚才的那3个少年当中？放学以后的苏琪并没有回家，而是前往了和天鹰猎妖队众人约定好的见面点。没错，他们又来任务。苏琪，这次麻烦你实在是不好意思。彭城附近山脉里面的苍狼妖群突然集体出动，将彭城包围，所有猎妖队和成员都必须前往过去猎杀。经过上次事件之后，陈振东知道苏琪这高阶大佬是一个讨厌麻烦的人，但这一次他们属实是没有办法。一看这个少年只想摆烂，结果被队长拉去猎杀妖了。最终少年喜提几张魔法卡。赶到战场的时候，战斗已经打响2个小时，彭城5名高阶法师全部出动，却依然没有分出胜负。这妖狼竟然是一只高阶满星的存在，我们5人当中最强的田葵也才高阶6星啊，这怎么打？没错，就这样让这些人感觉到绝望。等苍狼妖王将这5个人杀死以后，再趁着其他城市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直接破了这彭城。多亏了上面派人引走了彭城的那位强者，要不然我们的计划还真就难以成功了。现在彭城的顶尖实力几乎都在这里，为了让他们聚集，可真是浪费了好长时间啊！哼，有这时间我都可以去做个美甲了。一男一女2个黑袍人相视一眼，然后同时露出了一副属于胜利者的笑容。你们在说什么笑话？让我听听，乐呵一下。2人大惊，转身却看见了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们身后。你是何人？看样子你们就是幕后黑手吧，害得我不能准时放学回家打游戏。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多大的损失吗？不好，快跑！一股恐怖的气息从苏琪身上。2人还没开始，战斗便已经结束。苏琪看了眼地上的战利品，竟然有好几张高阶魔法卡。嘿嘿，发财了。没错，现在的苏琪有了新的爱好，那就是收集魔法卡。随后又看向不远处的苍狼妖王，第1张高阶10星魔法卡，这不就来了吗？就在这时，田葵身躯重重倒在地上，而其他4人同样也没有好到什么地方。
不行，我还不能倒下，身后的万家灯火还需要我的手。就在田葵准备殊死一搏的时候，一个黑影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目前。跟你妈妈说一声，今晚你不回家吃饭了。堂堂高阶10星的苍狼妖王在这一击之下生机瞬间溃散，苏琪收好魔法卡，直接离开了。刚才出现的是个人吧？彭城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位超阶的存在了？晚上，苏琪刚回到家，苏雪莹便凑了上来。老哥，你这么晚才回来，一定是出去努力修炼魔法，而不是去网吧了，对不对？我说我没有去网吧，你信吗？我信你个鬼！大伯和婶子要是知道自己竟然把堂哥带成这副光阴无度的模样，虽然不会说什么，但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啊。唉，苏雪莹现在感觉自己就是个为儿子操心的老妈。我们班今天来了一个新同学，韩毅，大家鼓掌欢迎。韩毅外貌不是很出众，给人一种不是好人的印象。大家好，我叫韩毅，未来3年还请多多指教。韩毅说完，还露出了个自认为很和善的笑容，全班同学都感觉到了心肌梗塞的感觉，因此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跟他做朋友。自然，苏琪3人除外。喂，哥几个，放学网吧开黑去啊？好啊，我也去。加一。话说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是不是都还不知道都是什么系的法师？就隐隐约约听班主任说过，苏琪是火系。对了，我是光系，速度最快的系。我金系，天乐你呢？我是召唤系的。2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周就是期中考试。而在考试之前，他们也遇到了一门新课——团队合作课，2个人一组，和另外一组2人进行对战。而负责他们这课的老师正是他们班主任孙兰雪。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却相反。同桌和同桌之间为一组，训练场的规则我之前已经和你们说了，还希望你们可以牢记。苏琪和李慕白是同桌，2人自然成了一组，而万天乐自然也就是和韩毅一组。班级42人，总共21组，除了他们2组以外，其他19组都是男女一组，他们那叫一个羡慕极。没事，在战斗里面，哥们可比女人靠谱。咦，你丫的下次说这话的时候，能不能隐藏一下你那看向其他队伍羡慕嫉妒的眼神？孙兰雪看了一眼自己班级的这些学生，然后就将目光主要放在了苏琪的身上。她想看看苏琪现在的实力到底如何，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他们预定的5星。一个火系苗子可不能栽在我的手上啊！或许是因为过于着急想看见苏琪的实力，第一次切磋，孙兰雪就安排最强的一组和他们对战。一组是班级里面最优秀的2个学生，开学2个月就已经是初阶6星，木系叶星雅，风系邱启周。哟，咱们2个运气不错呀，竟然和班花还有班草打。苏琪却有些无聊的伸了一个懒腰，他的这个举动却遭到了叶星雅的不满。哼，轻视我，狂妄之徒！我才不相信2个月前还是1星的家伙能强到哪里去。另一边，万天乐和韩毅已经开启了赌局。来一来，瞧一瞧咯！最新开盘，班花队和苏琪队究竟鹿死谁手？压多压少，全凭意愿。这还用想吗？肯定是班花队啊！没想到3个科还有人给咱送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全压班花队，我也压班花营，我还有我。切磋开始的瞬间，李慕白就一声大喝，猛然向着邱启周冲刺而去。嘿，而苏琪却是懒洋洋的慢慢向叶星雅走去。嚣张的家伙！叶星雅直接使出木系法术攻击，法术到达苏琪身边的时候，都一一消失不见。什么？看着苏琪前进的步伐，他只好召唤出怒藤形成护盾，给我破！苏琪双手被火焰附着，一拳打出，怒藤护盾当场被打破。叶星雅赶忙催动魔法，然而火拳状态下的苏琪是一拳一个，打得叶星雅是连连后退。这尼玛是法师，火系法师不都是站在队伍后面疯狂输出吗？这怎么玩近身战啊？不一会儿，战斗就已经结束。身为老师的孙兰雪在看见这一幕，都不由得在心中感叹苏琪的天赋之高。如果我没有猜错，苏琪用的魔法实际上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初阶火系魔法火焰覆盖，这掌控力恐怕已经达到中阶水准。果然，苏琪这个孩子天赋真的很高，只要努力一些就能碾压很多普通学生。如果能一直努力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哈哈，发财了！期中考试如期而至，孙兰雪看着叶枫点亮了6颗星的魔法测试球，心情难掩盖的激动。 6星，你竟然在2个月的时间达到了6星，自己终于把这个孩子给拉入正轨了。老师说好的魔法器是不是可以给我？这是可以增强人体魔能修炼速度的魔法器，你可要努力变强，别辜负了老师对你的期望。就这，苏琪闻言脸上难以掩盖的表现出了一抹不屑。孙兰雪看见苏琪这副模样，虽然表情没有多抑制效果，但是却蔓延出了一股杀气。谢谢老师，我一定努力学习。 放学以后，4个人决定出去吃一顿。万天乐请客，俗话说得好，有人请客不去就混蛋。学校门口看着渐行渐远的4人背影，苏雪莹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容。太好了，自己老哥不再像以前那样连个朋友也没有，天天看动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现在最起码已经有朋友了，而且关系看起来还相当不错。看着自己闺蜜这谜一样的表情，聂心怡先是一愣，随后看向前面的4个人，她仔细看了一下这4个人的长相。 那个长相凶悍的，肯定不是雪莹喜欢的那个人。那个看起来懒洋洋、一副无精打采模样的人，应该也不是。现在就剩下这2个，一个看起来憨厚，一个看起来阳光的2个人。憨厚的那个太憨了，自然不是他喜欢的类型。那么就可以确定，就是那个看起来阳光帅气的男孩了。自己这个闺蜜眼光挺毒辣啊！这个男孩不仅长得帅，而且看起来就乐观开朗阳光。她只敢远处默默观看，肯定是暗恋。身为闺蜜，怎么能不帮她一把呢？此时的苏雪莹并不知道，自己注意老哥苏琪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好友聂心怡的误会。
本是仙界的仙帝，穿越到这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只想摆烂。上集说到，我的魔法等级达到了初阶6星，我们打算放学后去网吧开黑，没想到却遇到了妖神殿的人。现在鹏城到处都在找咱们妖神殿的人，负责这次行动的3个高层也全都联系不上了，这可怎么办啊？前面几个阶段明明都进行得很好，为什么到了最后至关重要的工程阶段怎么就出问题了？奇怪，妖神殿的人怎么会出现在鹏城？前不久鹏城外发生妖乱，就有人怀疑是妖神殿的人在作怪，现在看来是真的。所以说我们要跟着吗？以咱们的实力面对这种势力，是不是有些太自不量力了？你怂个毛！只要打听到关于妖神殿在鹏城原因的具体情报，猎妖协会很有可能会奖励咱们1件魔法器。哦，韩毅说的没错，富贵险中求。苏琪和万天乐互看一眼以后，只能无奈跟上。怎么办？看远了听不到。要我说，就各回个家，我还想回去继续看动漫呢。苏琪的提议得到了万天乐的认可，而就在这个时候，李慕白突然灵光一点，我有办法了。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现在要想带着人全部逃出去，就必须得动用那个东西了。就在3人百感交集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急促的敲响了。救命啊！救命啊！难道是猎妖协会的发现我们了？跑啊！你继续跑啊！敢挖我墙角，给我戴绿帽子，真当我是好欺负的啊！大哥，我错了，大哥，我再也不敢了，我真不知道他有对象啊！万天乐恳求的请韩毅放过自己，而韩毅则是二话不说，拎着万天乐走出了屋子。看着离去的2个人，妖神殿3人也懵了。这是什么情况？就是2个初阶法师，看样子应该就是高中，应该是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毕竟这里边发生斗殴也不是1次2次的事情了。可他们2个保不准已经看见了我们妖神殿的服饰啊！现在我们不宜轻举妄动，要不然你真以为我会放过这2个人？而且我已经在他们身上下了诅咒，不出3分钟他们就会死。然而事实却是，苏琪在对方出手下诅咒的时候，就直接给诅咒抹除了。现在时间紧迫，如果不用那个东西制造混乱，从而逃离鹏城，恐怕我们这批支队全都在劫难逃。在3人离开以后，4个老六便进来捡起录音笔，然后便将这件事情上报了猎妖协会。第2天，学校举行1月1度的年级排名之战，4班李慕白对战2班程山。李慕白走上对战台，对着面前男人微微鞠躬，眼神却时不时看向观众席。在发现自己的暗恋女神聂心怡竟然在看着自己，一颗心都差点被从嗓子眼跳出来。女神竟然在看我，我没做梦吧？这就是雪莹看上的男人吗？不会除去帅以外就一无是处了吧？聂心怡这边仔细观察着李慕白，而苏雪莹却在四处找自己老哥的身影。奇怪，老哥人呢？此时的苏雪莹怎么也想不到，她的老哥这个时候已经翻墙从学校跑了。大佬，你可算来了！这次任务是什么？妖神殿在鹏城的势力用一种特殊药剂散发出一股气味，吸引来了大量虫类妖物。现在所有妖虫都聚集在这几个地区，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小片区域虫妖清除。事不宜迟，我们现在立刻出发。可以。天鹰猎妖队负责的是一个废弃工厂部分区域，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聚集了几百只妖蚁。不过好在这些妖蚁连低阶都算不上，杀起来很轻松。苏琪手中是我们的任务这样就算完成了吧？完成了。这样的强者在我们队伍里面还真是屈才了啊。好像还有个大家伙。怎么了？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地下洞穴还有一个超阶妖兽。什么超阶？我去看看，你们先回去吧。我在大宝。陈振东还想说点什么，但苏琪已经瞬移离开。地下深处，一个足足有10斤的赤魂色的蜈蚣正在地下不断拉力。血色蜈蚣王，超阶3星，他最厉害的只要是超阶5星以下的法师，一旦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找个一季都找不到，最后还得劳烦我出手。哇，好大的蜈蚣！本是仙界的仙帝，穿越到这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只想摆烂。神龙之威，毁灭！你在这里肆意破坏土地，已有取死之道。苏琪也想看看所谓的超阶妖兽相当于什么实力。往往就凭你一个小孩。怎么可能？你竟然毫发无损？看样子超阶也不咋地嘛，也就相当于筑基期的实力罢了。看你能不能接下我2招，能接下的话，你这张魔法卡我就放你走。剑来！此刻的蜈蚣王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眼神充满了恐惧。肉身强度勉勉强强吧，接下来就让我来送你最后一程。神龙之威，毁灭！爆炸过后，超阶妖兽已经变成了一张蓝色魔法卡。这只血色蜈蚣王万没想到活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成为超阶，还没有威风多久被人秒了。苏琪解决完妖兽，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学校。此刻的考试也已经接近尾声，最终苏琪只拿到了一个年级前10的排名。放学后，苏琪刚告别有事着急离开的3人，就看见了一路向着自己小跑过来的苏雪。老哥，你终于有上进心了，真是太好了。
或许是因为过于兴奋，苏雪莹竟然直接扑进了苏琪的怀里。一起出校门的聂心怡看见这一幕，人都傻了。哪尼？自己闺蜜什么时候移情别恋了？不远处，另外一个一直喜欢苏雪莹的同班男同学董海洋直接傻了，手中准备好的鲜花落在地上，原本还想在今天表白的。好了，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再说，现在我要去网吧玩一会。今天苏雪莹并没有反对他去网吧，反倒是还拿出钱给苏琪说是网费。我今天没带多少钱，这只有50了，你省着点花。好的，知道了。这个家伙和雪莹处对象，竟然还让女方花钱，怎么会有这样的男生？董海洋同样也是这么想的，于是跟在了苏琪后面，打算一会和这不知道珍惜女神的家伙好好讨论一下人生。雪莹，你觉得那个男生怎么样？聂心怡指了指苏琪的背影问道。他啊，一天天的不学无术，宅男，除了喜欢动漫就是打游戏。网吧赶上他的家了，不过他拿了期末前10的好成绩，说明在我的坚持不懈努力下，他已经逐渐改变了。聂心怡闻言则是一脸黑线。自己闺蜜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痴情了？雪莹，这个男生我感觉很不靠谱，你可不要被他给骗了。毕竟人心隔肚皮，你对他付出真心，说不定他只是为了想花你的钱。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千万不能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跟他分手吧。分啥手啊？他不是我男朋友，他是我堂哥，叫苏琪，是我大伯的儿子。我和他一直都是一家长大。大伯和婶子外出工作以后，一直都是我们2个在一起生活。因为他平时不学无术，天天摆烂，所以婶婶就让我管着他。我今天听说他终于有变好的迹象了，所以我才这么激动。他真是你哥？对呀。聂心怡呆愣1秒以后，瞬间反应过来，拉着苏雪快速向着董海洋离开的方向走去。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有事，而且是大事。如果你识相点，就给我离雪莹远点。那样的好女孩可不是你可以染指的。所以说你喜欢雪莹？没错，连我都自认为可能配不上她，你又怎么配得上她？很明显，苏琪之前那副漫不经心还要钱的举动给董海洋刺激到了。那个，你知道我叫什么吗？这跟我打你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我叫苏琪。那又怎么了？我姓什么？你该不会是想拖延时间吧？我告诉你，今天无论你叫什么人过来，我都必须打的你长记性，然后从此以后不许再骚扰雪莹。我姓苏，苏雪莹也姓苏，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她是我妹？而就在这个时候，苏雪莹2人也赶过来。董海洋，你在对我哥做什么？而闻言的董海洋先是一愣，随后脸都白了。哎，小伙子，以后打听清楚情报再堵人。大舅哥，我错了，这都是误会。谁是你大舅哥？你个混蛋，不仅想伤害我哥，还想占我便宜。雪莹，我帮你一起教训他。而董海洋则是直接绝望，他的爱情彻底飞了。本是仙界的先帝，穿越到这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只想摆烂。接上集，我灭了妖神殿的一位超阶级别的存在，妖神殿决定对鹏城发动毁灭性打击。另一边，妖神殿大本营，一群废物。妖神殿的殿主诡异魔妖王在得知血色蜈蚣王陨落的消息以后痛心不已。整个妖神殿也只有4名超阶级别的妖兽，如今陨落一位，如同断他一臂。昊天，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既然你们无法拿下鹏城，那么就该我们出手了。昊天看逐渐离去的诡异魔妖王，心已经沉到了谷底。准确来说，昊天并不属于蓝星，而是来自异界，蓝星只不过是他们入侵的亿万个文明之一。1级戒备，检测到空间异常，是妖族的传送阵位置，确定是整个鹏城。为什么？鹏城不是距离边境很远吗？为什么这样？下午，苏琪刚拍完了毕业照，走出校园。从此以后，他们将彻底脱离高中，走向更大的舞台。就在其余3人畅想未来的时候，苏琪眼神闪过一抹惊讶。那是什么？所有人都抬头看向了空中，随后瞳孔收缩，愣在了当场。血色大阵笼罩了整个鹏城的天空。而就在这个时候， 1级警报，灭城危险！妖族，一定是妖族对鹏城发动了攻击。我不想死啊！这下完了，妖族打过来了。街道的人群已经乱作一团，而就在这个时候，上面已经开始引导群众前往安全区。弱小的人类，我给你们一次挣扎的机会。1个小时后，我会带领我的所有战士在东城发动攻击。如果你们能拦下并杀灭我们妖族战士，你们还有一线生机；要是你们拦不下，等待你们的便是死亡。出现的仅仅只是诡异魔妖王虚翼，但是他的声音却传遍了整个鹏城。可恶的妖族，是想展示出自己强大的力量，让鹏城的人感觉到绝望吗？苏琪、天乐、慕白，我们分开疏散人群吧，毕竟我们好歹也是中阶法师。3人闻言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点。老哥你在哪？苏雪莹在安全区找不到苏琪，忍不住高声呐喊，但是却并没有人回答。放心吧，你哥那样一个天天就想着摆烂的人，肯定贪生怕死，说不定现在他就躲在安全区什么地方睡觉呢，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我老哥他肯定不会有事的。他和聂心怡都心知肚明，如果只有苏琪一个人不在安全区，很有可能是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躺着。可问题是，现在同时消失的是他们4个人。老哥，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啊！还是联系不上苏琪吗？苏琪已经很久联系不上了。看样子他应该是已经离开鹏城了，毕竟以他那样实力的人，确实没有必要一直留在这里。这场战斗关系到鹏城的生死存亡，我们牺牲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妖族冲进安全区，伤害我们的家人。为了鹏城，为了家人，我们必须奋起反抗，此战必胜。
此战必胜，此战必胜。军人韩毅请求司令批准入伍。韩毅，你来这里干什么？以你的天赋，没必要冒这个风险。你要是死了，我可就真没脸去见你爷爷还有你父母了。尽管我很有可能也不会活下来。就算我躲在安全区，这里沦陷，我依然还是会战斗。与其死在绝地，倒不如死在战场。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同意你参加这次战斗。喂，韩毅，你小子该不会把我们给忘了吧？慕白，你来干什么？给我快回安全！嘿，这种热闹怎么能少了我万天乐呢？我可不能让这些妖族毁了我的家，要不然我还怎么摘啊？你们这群家伙死在战场上，我可不管。切，谁要你管啊？这些妖族不足为虑，等赢了这场战斗，我们吃烤肉去，我请客。李慕白一脸的风轻云淡，韩毅看着眼前三人，努力控制着眼中泪水不会流下。这辈子能有这样的朋友，所有朋友感受风舞9天，对你们的召唤。我本是仙界的仙帝，穿越到这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只想摆烂。这辈子能有这样的朋友，值了。田葵看着眼前这出现的3个少年，却有些发懵。韩毅进学校是他安排的，这3个人他自然调查过。那个万天乐只是一个普通人，可李慕白和苏琪却有着大背景。李慕白是中域4大家族李家的2公子，苏琪的资料就算是他都无权查看，背景自然不用多说。韩毅，你真的是交到了3个好兄弟啊！与此同时，战斗已经打响，双方在东城区的中心区域爆发。1、2、3，老战，没了妖族，把我划下！给爷死！韩毅手握一根金属棍，重重打在一只中阶鬼影魔妖的腹部。与此同时，无数光点也都向他飞来。慕白干得漂亮！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所有朋友感受风舞9天，对你们的召唤。万天乐召唤的生灵竟都是中阶级别，而苏琪这个鬼影妖却是游刃有余。不好，是超阶妖兽！妈的，看样子今天要栽在这里了，就是抱歉连累了你。说这话干什么？我们都是自愿来的。如果这次战斗失败，我们也无法逃脱必死命运，还不如死在这战场上。说得对，反正我万天乐无牵无挂，如今能死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也算是死的有意义。谁说我们会死的？别告诉别人我的实力，要不然我以后可没办法宅在家里。然后直接运转雷霆之力，秒杀了超阶妖兽。接下来这些小喽啰就交给你们了。慕白，烤肉可别忘了。苏琪说完，戴上面具，直接瞬移离去。要解决这场战斗，必须灭掉诡异魔妖王。此刻的诡异魔妖王还在欣赏自己在彭城的杰作。哈哈哈，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有那么好笑吗？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谁？杀你的人。狂妄的人类。诡异魔妖王化作一道光芒，向着苏琪快速飞去。然而，在接触到苏琪的这次，直接湮灭，变成魔法卡。哎，又是一张。苏琪看了看手中的魔法卡，随后看向天空。来都来了，不打一声招呼再走，是不是不太礼貌？就在这时，天空出现一道黑影，正是本田。道友，我们都来自异界，为何你要帮这里的人？不能让我安静的在家躺着看动漫，你知道这多让人生气吗？既然你执意如此，大不了鱼死网破。错，鱼肯定会死，至于网应该不会破。神龙之威。修炼过魔法的朋友都知道，当魔法修炼到极致便可成神。我就穿越到这样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可我只想摆烂。这位道友，我们都来自异界，为何你要帮这里的人？不能让我安静的在家躺着看动漫，你知道这多让人生气吗？既然你执意如此，大不了鱼死网破。错，鱼肯定会死，至于网应该不会破。狂妄自大，不想陪你玩了，我还得回家看电视呢。神龙之威解灭。烟雾过后，昊天已经灰飞烟灭。然而，就在这时，天空瞬间乌云密布。这才金丹没多久，元婴天劫怎么来得这么快？这场雷劫声势浩大，苏琪瞬间被浩瀚的乌云遮蔽。1个月后，苏琪悠闲的在家摆烂。老哥，别打游戏了，婶婶给我打电话说一会有重要客人过来，让你好好收拾一下自己。来客人就来客人呗，关我屁事。对于苏琪这一副摆烂的样子，苏雪莹正准备大发雷霆，一道敲门声打断了他。苏琪并没有去在意门口来的人是谁。呀，你就是紫菱嘛，果然和婶婶说的一样，长得真好看。你就是苏雪莹吧？你好，今天过来麻烦你了。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快进来吧。这就是我那个臭老哥苏琪，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了。哎，没错，之前在一处遗迹，两人偶然相识。当时遗迹中，苏琪打量着前面的石像，不料后面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你是谁？来这遗迹做什么？”
我叫苏琪，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爱好二次元，喜欢当个宅男。苏琪说完，正准备离开，紫菱挡住了他的去路。你是苏龙叔叔的儿子苏琪。你认识我老爹那个混球？紫菱闻言有些诧异。苏龙元帅可是人族当之无愧的英雄，你怎么可以这么骂他？骂他都算轻了，他或许是个合格的元帅，但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苏琪一脸平淡，活这么多年，他几乎就没有怎么见过自己这个父亲。你好，我叫紫菱。苏龙叔叔之前在我面前提到过你，看起来你好像也不像他说的那么不堪。不，我就是那么不堪。不跟你说了，我该回去打游戏了。因此才有了刚才的一幕。苏琪看着紫菱有点害羞的模样，也有些疑惑。你来我家干什么？怎么说话呢？人家紫菱可是客人。那个是秦一听说我在彭城以后，特意让我过来见见你，毕竟我是你的未婚妻。紫菱妹妹，你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得罪了我大伯和婶婶？你做什么事情以至于他们生气到让你当我这个被我老哥的未婚妻？不是的，是我自愿提出来的。在3年前一次妖族暴乱当中，我险些遭遇不难，被苏龙叔叔所救，然后听你爸爸妈妈放心不下你，所以我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紫菱说完后，脸已经红得不能再红了。妹子，就这样把自己送出去，你是不是有些太草率了？自己摆烂摆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多了个未婚妻啊？不草率，一点都不草率，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救命之恩如同再生父母，我只有这样才能报答叶龙叔叔和雨欣阿姨的恩情。这姑娘也太单纯了吧？这样也好，以后也好多个人管她。恕我直言，姑娘，你我之间都没有感情，谈婚论嫁是不是太离谱了？没事的，我们可以先结婚，然后再慢慢培养感情。更何况我们年纪都还小，没到结婚年纪，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当男女朋友培养感情嘛。紫菱笑颜如花的看着苏琪，苏琪刚想说话，却被苏雪莹抢先了。老哥，这么好的姑娘，你总不会坏了人家一片真心，你说对吧？很明显，苏琪要是再说什么我们之间不合适这种话，苏雪莹绝对会一拳送他去见太宇。与此同时，另外一边，啥？你让紫菱那丫头去见苏琪了？紫菱那丫头似乎认定了，只有在我们这个儿子身边，她才能弥补我们的恩情，真是个单纯的傻孩子。哎呀，这不是白白耽误了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吗？早知道我就不在她面前老是骂苏琪那个不学无术的小兔崽子。不学无术吗？龙哥，你对我们的儿子还是了解太少了。我是他老子，谁了解他能比我多？你一天天的就知道操心国家、杀妖族，从来都没有去认真观察苏琪这个孩子。我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他在听说关于魔法以后，虽然一副很是不感兴趣的模样，但是我却可以看出他眼神当中有很浓重的不屑。如果说有人对魔法不感兴趣，这倒是不怎么奇怪，可不屑就有些不对了。这个咱儿子身上绝对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甚至可能背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我让紫菱这丫头过去接近，不仅是让她心中少些愧疚，同样也是希望她能帮助咱儿子，让他轻松一些。毕竟他是我的孩子啊，哪有母亲不担心自己孩子的？苏琪这个时候要是知道自己母亲的想法，非得无语死。什么责任，什么天大的事情，他就是想当个宅男，过一下退休生活，有那么难。晚上，苏琪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房门却被敲响了。门没锁，进来吧。紫菱抱着被褥，略有些胆怯地站在门口。那个就是雪莹说让我跟你住在一个房间，说这样可以促进感情。这少年在家悠闲的摆烂，不料未婚妻找上门，最后还要跟他一起睡觉。你别听雪莹瞎扯，小姑娘家的跟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像什么话？哎呀，我觉得姑娘请自重。紫菱毫不在意苏琪的话，直接坐到他旁边。对此，苏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直接岔开了话题。对了，看你的样子，好像知道那个遗迹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跟我讲讲？你是我男友，你想知道的事情，我肯定会讲给你听啊。喂，我可没有答应做你的男朋友，更何况我们才认识第1天。紫菱对着苏琪露出了一抹微笑，苏琪又被无语到了。实际上，现在的人类文明并不是第一个人类文明，3000万年前也有过人类文明的存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毁灭。这个上古文明崇尚魔法，也可以说魔法的起源实际上就是他们，所以这个已经灭绝的文明便被称之为古法文明。然而当时的古法文明在自相残杀当中开始逐渐崩塌，直到毁灭。苏琪听完略有些感慨，上一世的自己为守护仙界倾尽所有，所经历过的崛起与毁灭多不胜数。你知道什么时候人类才是最团结的时候吗？面对强敌的时候。错，是在为同一个利益的时候。当文明没有了约束，刚开始是几个抱团在一起合力去吞蛋糕，但是慢慢的，一个个势力的出现，为了利益长久的互相争斗，才是灭亡的根本所在。紫菱闻言陷入沉思，想要反驳的时候，却发现苏琪已经睡着了，还直接霸占了整张床。秦姨说的对，你真是一个有趣的人。第2天，苏琪很早就起来了，原因竟然是害怕苏雪莹知道昨天晚上让紫菱住在地上，怕她削自己。等什么时候自己堂妹气消的差不多了再回去吧。早市卖的东西很杂，除了早餐以外，还有各种工艺品，甚至还能看见卖魔法器的。咦，苏哥早。熟悉且欠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苏琪头都不用回都知道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谁。慕白，大早上的不睡觉，你来早市干什么？苏哥，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彭城的黑市。黑市？
苏哥，你竟然真的不知道黑市？鹏城黑市都是在早上和晚上开放，早上5点到8点，然后就是晚上12点到半夜2点。晚上的黑市都是糊弄外行人，只有早上的黑市才有好东西，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市面让不让流通的好东西，一些稀有妖族材料更是应有尽有。所以说黑市里面有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倒不是，主要是今天早上的黑市聂心怡也会在，你懂我意思吧？我懂了，你现在已经不是暗恋狗，是舔狗了，你已经升华了。当然了。这么反讽的话，在李慕白耳中竟然成为了夸奖，昂首挺胸，一副很是骄傲的模样。不过啊，黑市里面的东西几乎都是各种市面上不容易买到的东西。李慕白正说的起劲，苏琪人已经没了。小伙子，你真有眼光，我这些魔法卡可都是市面上不可多见的稀有魔法卡。如果这些低阶魔法卡并没有看上我，还有中阶魔法卡。苏哥，你什么时候对魔法卡这种东西感兴趣了？我一直都有兴趣，只是鹏城玩魔法卡的人太少了。魔法卡可是富哥的玩具，你确定要入坑？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已经入坑3年了。老板，你这里没有精神型中阶妖兽魔法卡吗？精神类妖兽极为罕见，别说魔法卡了，就连遇见都不容易遇见。你要是想弄到，恐怕只能去1线大城市了。苏琪闻言有些失望，看了一眼这些卡牌，没有太感兴趣。走了，苏哥，我们应该去干正事了。两人拿着号牌来到座位上，宽敞拍卖室里面已经几乎坐满了人。慕白，你确定你能找出谁是聂心怡？第一排右边第2个那个女孩子就是聂心怡。李慕白伸手指着最前面几乎已经看不清的背影道：“这你都能认出来？”当然，毕竟没有人比我更能分辨聂心怡的背影。我懂了，你被拒绝的多了，老是看见一个背影，所以才能记得这么深刻吧？烦死了！苏哥，还能不能做兄弟了？别拆我台啊！天下何处无香花，何必单恋聂心怡？你到底在执着些什么？苏琪想不明白，这家伙和聂心怡都没有什么交集，为什么这么执着的喜欢对方？哼，苏哥，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一见钟情？我这辈子只喜欢聂心怡，不会再有女人进入我的心，纵使她虐我千百遍，我依然待她如挚爱，这就是一见钟情。一个没有红尘心的和尚是不会懂的。慕白抬头看天，眼泪顺着眼角流淌了下，一副极为深情的模样。苏琪看着这一幕，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了一种打人的冲动。接下来的这件拍卖品是来自深山一棵千年古树，没有人知道这东西有什么作用，但用来收藏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起拍价5万。在看见树皮以后的苏琪眉头不由得一挑，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也有纹树皮这种奇葩材料的存在。苏哥，难道你对这古怪的树皮感兴趣？感兴趣倒也说不上，这个树皮的用处不大，知道一个炼制方法，可以将这树皮炼制成人形面具，顶多也就只能遮盖面容，没什么大用。苏琪说的漫不经心，李慕白闻言双眼却顿时一亮。苏哥，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用这种树皮炼制出人形面具？该不会是想让我给你炼制人形面具吧？还是苏哥最懂我。虽然我的最爱只有聂心怡一个，但万一人家一直看不上我，我总不能终生不娶吧？用新的身份去泡妞，也不算是李慕白移情别恋，是不是？就你那点心思，我还看不出来，不就是想弄新身份满足自己的乐趣吗？黑市结束，李慕白便去收集炼制面具的材料了。感觉自己老妹气消的应该也差不多了，回家继续我的宅男生活。然而刚回到家，老哥，带着紫菱好好的出去玩一玩，吃饭逛逛街什么的。如果让我知道你消极怠工，下场你应该懂吧？要是带你去酒店，你去不去啊？当然可以啊。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却相反。接上集，我为了躲着未婚妻，跟李慕白去参加魔法师拍卖会，结果刚回来就被自己老妹给抓到了。带着紫菱好好的出去玩一玩，吃饭逛逛街什么的。如果让我知道你消极怠工，下场你应该懂吧？你想去什么地方，我带你去。你想去什么地方，我就想去什么地方。紫菱依然还是那样一副天真纯洁的表情。苏琪这个人都骂了。既然你这么喜欢历史，我就带你去博物馆吧。好呀。随后二人来到博物馆，这里的艺术品还是文物都数不胜数。因为是周日的缘故，年轻人比较多，紫菱的出现无疑变成了焦点。兄弟，你和我说说，我到底输在哪了？颜值吗？我不认为他比我帅。感受到周围愤怒的目光在盯着自己，苏琪不由得有些不自在，直接拿着汉堡往脸上呼。我就不信我这个吃相，你还不对我失望。然而紫菱看着苏琪狼吞虎咽的吃法，并没有说什么，反而露出笑容，拿出纸巾帮他擦嘴。凭什么？凭什么？我和他到底差在了什么地方？哎，真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我感觉你比我还傻，你装的这么明显，就算我是傻子也能看得出来。既然现在无法打动他的心，那我就先打动他的心，就像小说里面那样，他是法师，我也是法师，只要我可以打败他，他就会为了赶超我而努力，我们之间的感情也会在切磋打斗当中越来越火热。逛完博物馆以后已经中午，两人就这样走在路上，苏琪忍不住问道：你下午想去什么地方？别说什么我想去什么地方你就想去什么地方，因为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我听说你也是名法师，而且也是中阶法师，我们可以互相切磋魔法，增进感情。切磋魔法？对啊，只要给这姑娘打服了，说不定她就有自知之明，认为她配不上我，就不再烦我。于是二人各怀鬼胎，来到了鹏城的一家公办魔法师训练馆。二人如此年轻就成为了中阶法师，这天赋肯定能进一流法师学府，真让人羡慕。你先动手吧。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苏琪可没有什么绅士礼仪，毕竟他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绅士，同样也不是什么君子。常见。
突如其来的武器让紫菱有些诧异，然而还没有等紫菱反应过来，苏琪已化作一道火光来到了他的身前。紫菱快速后退，随手释放一个冰箭，好快的箭！中介火系法术焚烧，中介土系法术土墙。苏琪随手就破除了2个魔法后，略感诧异。3属性魔法，看样子你的天赋不一般啊！天生双系还真是第一次遇见。我会的可不只是3属性法术哟，中介雷系法术雷暴。有点意思，不跟你闹。什么？苏琪说完，直接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在紫菱背后。你输了，自己展现出了这么强的实力，他应该不会再烦自己了吧？我操！然而苏琪再次看向对方的时候，却发现紫菱竟然面露兴奋地看着自己，眼神当中充满了爱意。不对劲，这表情10分有9分的不对劲。我的未婚夫竟然这么强，真是太好了。你还想去什么地方？回去太早，我妹又得说我，最好找个能待时间长点的地方。你想去什么地方，我就跟你去什么地方。你这话说的，我要是带你去酒店，你去不去啊？当然可以呀。苏琪无语了，最后带着紫菱去看看电影、逛逛街，然后吃个晚饭就回家了。啥？臭老哥带你去训练馆切磋魔法了？自己老哥这已经不是直男的问题了，这尼玛是已经出家了。暑假的最后一段时间转眼即逝，这都8月末了，紫菱怎么还不走？难道说……对了，紫菱，怎么了？你法师大学考的什么学校啊？东域魔法学院啊。你以后放寒暑假不会就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吧？对呀。这不好吧？我觉得这很好。苏雪莹的开口，苏琪也不敢再反驳。不行，看样子以后有必要去跟万天乐商量一下，他自己住个3室2厅的房子，给自己腾出一个住的房间，问题不大。哦，你叫什么名字？你以为我王腾会这么轻易告诉你我的名字吗？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却相反。接上集，紫菱和我切磋完魔法就回家，一直待到了开学。开学前3天，4个老六提前来到了繁华的东域。东域，繁华的希望之都。刚下车后，3人看着周围的高楼大厦都惊讶。李慕白扭头看了一眼，如同乡巴佬进城的3个人，有点想笑。慕白，你小子不是京城人吗？见识比我们广。这希望之都作为一线城市，提供训练、战斗服务的地方应该都很棒吧？李慕白是中域4大家族李家的2公子，可以说他家的财富横贯整个魔法大陆。酒店我已经订好了，我们先去把行李放了，然后我带你们好好的在希望之都玩一圈。李慕白拿出准备好的车钥匙，他早就让管家准备了一辆车。当他按下钥匙，一辆不起眼的50红光亮了起来。小少爷，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才发现钥匙给错了，把面包车的钥匙给你了。李慕白闻言也不好说什么，毕竟是他让对方留的车钥匙，他也是因为害怕管家整出华丽的场景，让3人以为他故意在凸显自己有钱人的身份，才深思熟虑让人把钥匙邮过来。算了，本少不怪你了，就这个吧，将就开。吩咐下去，等会小少爷要来咱们酒店，都给我伺候好了，不许出一点差错。明白。4人开车来到了全市规格最高档的酒店——洲际酒店。去，洲际酒店可不是你们这些乡巴佬能来的地方，一身的地摊货，还开个破面包车过来，不要影响我们酒店的美观。此人叫做王腾，在洲际酒店辛辛苦苦拼搏30年，才勉强当上了这个接待主管。哦，你叫什么名字？你以为我王腾会这么轻易告诉你我的名字吗？就在这时，背后一道声音响起：“在这吵什么吵？经理，这4人没钱还来这里消费。”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胆大，敢来我们京城李家的产业来闹事。经理就是他们，因为刚刚是背对着的没看清，这才仔细看了看。卧槽，小少爷，你就是这里的经理？正是，小少爷有什么吩咐？这种人都能当上主管，看样子你们这里的管理很是松懈啊。看到这里，3人已经快忍不住笑出声来，而王腾脑海已经一片空白。完了，这下全完了！谁家少爷开着面包车，还穿一身破烂来酒店呢？少爷，对不起，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求你原谅我。我上有18岁的奶奶，下有80岁的老婆要养，求你给我一次机会。王腾，你被开除了，现在马上给我滚蛋！4人放好行李后，韩毅意志坚定，非要去这里的魔法训练场看看，还有专属体式的健身馆。万天乐则是表示想去看看大城市的宠物店，听说还有专门贩卖妖兽幼崽的妖宠店。而苏琪却是直奔传说中的魔法卡专卖店。请问这里有没有高阶魔法卡？高阶魔法卡有价无市，就算有你也得我们店顶级 VIP 客户才可以购买。哦，怎么样才能成为你们店顶级的 VIP？ 有背景或者有实力。苏琪闻言苦笑，他不喜欢招摇。看样子自己和这里的高阶魔法卡是无缘了。这家店势利眼众所周知，你要是想要好的高阶卡，我可以带你去别的地方买。苏琪扭头看去，就发现一个打扮十分靓丽时髦的女孩正站在自己身后。多谢。我叫云溪月，看你这模样，应该是大学生吧？哪个大学的？我叫苏琪，东域魔法学院火系大1新生。哇，原来是学弟呀！我是风系大2。哦，2人边走边聊，很快就到了另外一家店。这店是我家开的，既然你是我的学弟，我给你打8折。哇！既然这么多我没有的高阶魔法卡，这是天堂吗？这些高阶魔法卡都是什么价钱？高阶魔法卡最便宜的都需要100万，学弟3、4啊。钱不是问题，刷卡。哇，看不出来啊，学弟你还是个土财主啊。土财主谈不到，只是之前因为一些事情赚到了一些钱。
苏琪敷衍了一句，随后拿出卡包，将新得到的魔法卡放入了进去。现在我已经有50张高阶，8张超阶了。林希月似乎瞟到有几张魔法卡颜色不对劲。天哪，刚刚那个颜色是超阶魔法卡吗？学弟介意给学姐看看你的收藏吗？介意，非常介意。那个，我还有其他事，就先走了。苏琪是吧？真是一个有趣的学弟。在希望之都封了2天以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东域魔法学院开学的这一天。在网吧打了几乎1晚上游戏的3个人浑浑噩噩走进学校，然而他们走向的地方并不是教室，而是宿舍。不行了，我要先睡一觉，困麻了。加一，咱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有睡觉重要？就是。苏琪看到这3个老六，忍不住提醒道：“今天可是开学第1天，你们确定不去吗？”然后4人急忙洗漱穿衣，跑去了教室。天火，没错，就是天火的气息。希望之都竟然出现了天火。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只想死。你敢信这个少年就因为点燃了下水道，最后引得所有高层全部出动？希望之都猎妖协会4个老六并不是去加入猎妖队，而是去组建猎妖队。就是你们4个要组建猎妖队？没错，我们都是中介魔法师。目前有一个任务，清除希望之都下水道的妖术群，考核就算通过。下水道，我们可以换一个吗？你觉得呢？就在这时，希望之都下水道发生爆炸，一条街的井盖都骤然升入高空，然后重重砸下。苏琪，你这是什么火焰？威力怎么这么大？苏哥的火焰很特殊，比起妖火都要恐怖。刚才我们在的位置常年有垃圾堆积，有沼气，苏哥这火焰引发爆炸倒也不奇怪。可是苏哥，你这火焰不像普通火焰啊！我师傅教我的。你师傅谁啊？李慕白早就怀疑苏琪背后有高人，毕竟他现在展示出来的手段和前所未闻的想法实在是太多了。他老人家已经突破超阶级别，打倒王阶法师了。什么王阶法师？苏琪，你能不能引荐一下？我也想当他的徒弟。我师傅来无影去无踪，而且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在蓝星。万天乐发现了这话中关键，开口问道：“苏哥，你的意思说你师傅不是我们蓝星的人？”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师傅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只是因为一次意外发现了这个世界，也是碰巧我遇见了他，我们2个臭味相投，就成了师徒。3人闻言恍然大悟，怪不得他们一直都感觉苏琪有些奇怪，尤其是行为举止和当前年纪极为不符，看样子应该是受到了这位高人前辈的影响。4人慌忙的逃离战场，殊不知就是因为他们，整个希望之都的高手全都兴奋。天火，没错，就是天火的气息。希望之都竟然出现了天火。天火100年难得一遇，如果我可以获得，那么必然可以进入超界。这火焰的气息可比京城那个传承天火强大了几10倍不止，肯定是第1代天火。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天火现世，至于有没有人能驯服天火，在收复了天火以后能不被发现？此刻希望之都全部高层都出动找寻天火。我不行了，谁有袜子能给他嘴堵上？慕白忍忍就过去了。你们2个是怎么忍受的？我有戴耳塞，我可以用真气释放一个结界，他的声音进不来。第2天清晨，韩毅神清气爽，李慕白却好像一夜老了10几岁，那叫一个憔悴。慕白，你这是怎么了？韩毅关心询问，回答他的却是李慕白竖起的中指。就在这时，宿舍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昨天是区下水道发生爆炸，你们4个上报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是真的不知道吗？4人闻言一脸懵逼的看着眼前这个人。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学校书记王文博，在校学生加入猎妖队这方面事情就是我负责。你们昨天的任务涉及到了一种名为天火的特殊存在，这种东西极为特殊和重要，还希望你们能如实回答，不要有隐瞒。闻言的4人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回答不知道什么是天火。那你们可以描述一下昨天下水道发生的事情吗？这种话语上的交锋，毫无疑问应当交给李慕白。书记，昨天我们正在下水道清理鼠妖，就是些低阶鼠妖，清理起来很简单。我们清理完以后准备离开，不知道为什么下水道深处突然发生爆炸，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李慕白知道天火的稀有程度，他也明白苏琪的想法。既然苏哥不想暴露，那就必须帮他努力隐瞒。闻言的王文博眉头紧皱，一时间感觉李慕白所说的也合情合理，没有一点毛病。他们4个就是普通大一新生，清澈且愚蠢，应该不可能骗我这个校书记。看样子你们是真不知道这个事情，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看着王文博离去的背影，李慕白却是担心了1个月后的新生大比。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是新生大比了，先是系里面分排名，然后系里前10再参与校赛，你们有信心拿到系里面的前10吗？别看我老妹已经给我下达指令了，拿不到前10就每天让紫菱那丫头来给我辅导，所以我势在必得。体系人着实有不少，不过以我现在的实力，拿个前10位置应该不成问题。我召唤系就我一个人，根本不用比。苏哥哥，别这么肉麻，直接说。苏哥，新生大比，校内排名越靠前的学生，获得的奖励也就越丰厚，得到的资源也就更多。说真正原因，我想帮我们家族争取声望，你们跟我走得近，现在已经被校方认定你们是我们京城李家的人了。这才对嘛，实话实说才是真兄弟。苏哥，你同意了？你想多了，我都说了，我不喜欢打打杀杀。事成之后1张高阶魔法卡。说吧，想让我打到校内第几？反正我提前跟你说好，我打的排名越高，你给我的报酬也得有所提升。
这样吧，你如果能进前20，我就给你1张高阶魔法卡；如果能进前10，我就给你3张高阶卡；如果能进前5，就给你10高阶卡。不过从此以后，你在学校可能就会和我们京城李家直接绑定了。没问题。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后面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紧张的进行训练，希望在新生大比的时候崭露头角。而苏琪自从弄了个高阶魔法师的身份，在猎妖师协会，现在他天天就是接任务、办任务。哎呦卧槽，差点没累死我！今天系里我一口气打5个，直接硬生生用实力获得了学校新生大比的报名资格。看着面前这个不用打就自动晋级获得校级大比资格的万天乐，不知道为什么韩义无名火起。天乐，你要是在大比上面丢哥们的脸，别怪哥们到时候给你提前来顿社会毒打。应该不能，慕白呢？最近一阵子吃饭怎么都没有看见他。而就在3人略感疑惑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从食堂门口走进一男一女2个人，男的不就是李慕白那小子吗？宝宝，咱们晚上再见。好的，宝宝，爱你哦。等到女生离开，韩义忍不住问道：什么情况？你小子不是只喜欢聂心怡吗？如今怎么还换目标了？聂心怡是我的一生挚爱，她是我的终极目标，所以为了能给聂心怡一个完美的恋爱体验，我决定先给自己升级，等什么时候满级了，再全心全意的去爱她。你个渣男！东域魔法学院的新生大比，这不仅是学生之间的战斗，也是系和系之间的比拼。系里面的选拔都已经结束，校赛正式开始。光熙李慕白对战雷系城南，兄弟们看好我的表演吧！话里胡哨，雷系中阶魔法若雷。哟呵，跟我比亮。李慕白身形骤然化作一道耀眼金光，高坠移动之下，雷电根本就没有办法打中。难道你就只会跑吗？给我下来！木系中阶魔法缠绕。别以为就你会中阶雷系魔法落雷。只见一面光镜出现在空中，随后一道闪电落在了藤蔓上，木藤瞬间被点燃。突如其来的一幕引得校方疑惑，所有人都以为俩人都是雷系法术，只有一些实力比较强的高手发现了端倪。这是什么魔法？竟然能复制对手的技能？李慕白是京城李家的公子，有些奇异手段，倒也不奇怪。我靠，牛逼！苏哥，这就是你帮慕白那小子炼制的人形面具吗？竟然还能复刻对手的法术！这小子求了我几个月，最后用5张高阶魔法卡便宜他了。渐渐的，陈南感觉头皮发麻，无论自己使用任何魔法，对方都能用出一模一样的来抵消自己的魔法。这特么到底是什么魔法？陈南震惊，所有学生也同样震惊，老师也懵了。更加懵逼的是2个院长，他们2个超阶法师竟然看不出这个魔法的路数。战斗里面分神可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哦。中阶风系法术风暴。我操！强大的风压凝聚爆炸以后产生的风力，直接将陈南震飞出了比赛场。我的欢呼在哪里？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聂心怡心情很是有些不好，因为他连系前10都没有进去，根本就没有比赛参加的资格。而曾经一直追求让他有些烦，实在是瞧不起的纨绔公子李慕白，如今却比他还要强大。心怡，你怎么了？没事，就是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情而已。哥几个，我帅吧？你帅你！花里胡哨，直接暴力解决战斗就完事了，耍什么帅啊？下一场出场的人正是韩义，体系韩义对战兵系欧阳雪。竟然有人碰上了我们系的3大系化之一，将新生兵系第1，这体系的家伙可就倒霉了。可不是吗？体系打兵系这种控制多的本来就不占优势，这哥们算是完了。败给我们的系花，他绝对血赚不亏啊！哥几个看好了，什么才叫做战斗？中阶兵系法术冰锥，中阶兵系法术冰冻。欧阳雪直接使出2个魔法，是一点机会也不给韩义。中阶金系魔法金属真身。冰炭瞬间破碎，冰锥打在韩义身上，竟不能伤他分毫。就这样，韩义一步一步走到了欧阳雪面前，右手已经伸出，向着欧阳雪脖子抓去，直接把他扔下台去，简单粗暴。老苏，你第3系不是精神系吗？看出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吗？你听说过可以用魔力让身体细胞里面陷入高速消耗，提高全身3倍力量，而且还能在同时利用魔力高速补充损失细胞的魔法吗？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魔法？这个韩义用的就是这样的魔法。什么？下一场，召唤系万天乐对战木系林英。万天乐走向比赛台，在他对面是一个看起来很文静的女孩。你好，我叫万天乐。你好，我叫林英。比赛开始，万天乐直接使出了召唤术。我的臣民，听从我的召唤吧。10几个召唤法阵突然出现，一个个骷髅兵出现，其中还有骷髅骑士，手上握着的漆黑色长枪犹如死神镰刀。卧槽，亡灵类召唤师，世界上还真有这种召唤师。我认输，我认输。呀，我竟然赢了，多谢承让。这3个奇葩很熟吗？何止是熟，他们是一个宿舍一起来我们学校的，在高中更是一个班的。那他们宿舍是不是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应该是正常人吧？放心吧，校长，那个叫苏琪的孩子是火系魔法师，肯定是正常人的。那就好，那就好，经不起折腾了。
下一场，火系苏琪对战水系田野。苏琪悠哉哉地走向赛场，田野见此不由得冷笑。自古以来水克，小子，你运气很不好。凤凰地狱，一股金色的火焰。啊！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苏琪突然抬手，金色火焰骤然出现在他手上，周围人群瞬间感受到了温度上升，看向台上的火焰充满了。卧槽，这位原来才是奇葩里面的头子啊！这特么是天火啊，而且金色天火，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很明显，这是一种以前从未有人出现的天火。凤凰地狱，一股金色的火焰。田野已经受到生命威胁。啊！不要啊，我认输。听到对方认输，苏琪直接撤销了魔法。好在苏琪特意控制，所以才能收放自如。此刻，全场人都懵。刚才发生了什么？天火是天火，这个人有天火。老苏啊，我脑子有些乱，我这2天是不是没睡好觉，出现幻觉了？我曾经遇到过一名有天火的超级法师，可是他的天火威压也远没有苏琪手上的这么恐怖，感觉我好像也是出幻觉了。学校高层今年实在是被震惊到了，直接干脆宣布新生大比结束。最终根据商议弄了一个前5的排名出来，分别是苏琪、紫菱、韩毅、万天乐、李慕白。校长大人，你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吗？你们这些小家伙不介意我跟你们聊会天吧？不介意，不介意。不用紧张，我今天过来主要是想和苏琪聊聊。哦，不知道院长找我所为何事？不卑不亢，风轻云淡，此子处事不惊，是个可塑之才啊！苏琪，你可否告诉我你的天火从何而来？这对我，甚至是整个华夏都很重要。苏鹏山此话一出，李慕白和韩毅都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们之前一直都没有去想苏琪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天火。至于万天乐，他只知道天火很稀有很厉害，其他就不清楚了。苏校长，我的天火名为地心精岩，灵火榜排名第10，诞生于龙脉地底岩浆当中。先不说岩浆池位于的深度，少说也是1万米以下，就光是地心精岩诞生岩浆深处这一点，就已经不是魔法师可以窥视的了。毕竟那里的温度可是已经达到了5000度。苏琪语出惊人，这让谁都没有想到。苏琪莫要开玩笑，如果真是这样，你又如何能得到这天火？此火是我师父给我的，他有能力进入岩浆池取得地心精岩。你师父不知道是哪位有名魔法师？我师父他并不是魔法师，只是一个游走于万千世界的浪客。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与其相识。你怎么证明你所说都是真话？为了杜绝已经的麻烦，安心当个宅男，苏琪拿出了自己证明身份的最简单也是最快捷的方式——魔法卡。那这是诡异魔妖王的魔法卡，是我师父给我的。我操！最后苏鹏山终于相信了。离开以后的苏鹏山表情呆滞。晚上，希望之都餐厅包厢。真没想到你这么喜欢低调的一个人，今天竟然会出这么大的风头。校长离开后，苏琪就被紫菱带到这里吃饭，耐不住老妹的唠叨，只能答应。迫不得已，被人摆了一道，弄了个高阶锻造师的身份。如果不想办法压过去，或者是给其找个合理的借口，我迟早得麻烦缠身。说的倒也是。你把神女的传承水晶给用了啊？你怎么看出来的？一股全新的力量已经在你身体里面逐渐出现，并且形成规模，开始逐步代替魔能。传承水晶上面有普通法师根本无法解除的魔法阵，看样子你应该跟那个神女有些关系吧？闻言的紫菱脸上露出一抹诧异，轻轻点了点头。虽然很离谱，但我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哦，此话怎讲？我养父母都是考古队的，他们说是在一次挖掘遗迹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巨型水晶，随后水晶破裂，露出了还是婴儿时期的我。等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觉醒了一部分关于神女的记忆和力量。我是最后一代神女。快上高中的时候，我所在县城被妖族入侵，我养父母死在了扩城妖潮当中。就在我即将身死的时候，叶龙元帅出现，是他救下我，并且资助我继续学魔法。所以说我们第一次碰面时候那个遗迹，是你因为神女力量所感觉到，然后让我那个混蛋老爹动用关系给挖出来。对呀，嘿嘿，我都把我的事情一字不漏全都告诉你了，你是不是也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呀？问吧。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也是某个文明的传承者呀？算是吧，不过不算是传承者，只能说是无数传承者里面的沧海一粟。修仙的位面何其之多，只要是修炼的人，就算是修仙传承者。而如今的他虽然已经是元婴期，但终究还只是凡界修为。不应该吧？你的传承很明显比我要恐怖。如果你传承的文明没有消亡，真如同你所说，其他人又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另外一个位面，宇宙洪荒，万千世界，蓝星只是其中一个。有文明的位面可不只有蓝星。我所学都是来自一种在万千世界为主流的文明，叫做修仙大道。修仙大道，那是什么意思？紫菱是越听越茫然，她现在真是感觉自己的未婚夫越来越神秘了。有些事情说你也听不懂，菜已经上了，吃饭吧，等时机成熟，你自然会明白。对了，还有一件事。什么事？这次新生历练，苏龙叔叔已经安排好了。我那便宜老爹该不会让我们去他那儿吧？答对了。啊！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只相反。接上集，一场奇葩的新生大比结束后，便迎来了他们的第一课新生历练。5天后，东域边疆，新生大比结束后，便是他们的第一课新生历练课。让你们10点到，现在都11点了，你们有没有点纪律？
众人是大气都不敢喘，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华夏元帅苏龙，唯一一个达到了王阶10星的火系法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苏龙，是你们未来半个月的教官。过来，把他们的手机都给我收上了。苏龙对着门口其中一个站岗士兵下令，闻言士兵立马过来收几人的手机，谁交的都很顺利，只有苏琪让一个宅男交出自己的电子设备，这不是要他的命吗？混蛋，我怀疑你在针对我，而且我还有确凿的证据。苏琪的这个举动把韩毅几个人差点吓得魂飞魄散。苏琪这么勇吗？苏龙元帅，苏琪他就这样，平时手机不离身，突然让他没有手机，可能就让他有些应激反应了。对呀，苏龙元帅，我们2个也可以作证。对，你们别管他，这小兔崽子的性格我比谁都了解。头可断，血可流，我的手机你别想收。哎呦呵，这么长时间不见你个小兔崽子的脾气见长啊！我要是小兔崽子，你就是大兔崽子。苏雪莹见此情况，只感觉一阵头疼，她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自己老哥老是和大伯过不去。老哥，今天不是你闹的日子，你和大伯都这么长时间不见了，别一见面就剑拔弩张。苏哥是苏龙元帅的儿子，我拿他当老子，他拿我当儿子了吗？谁家爹每次回来都从自己儿子卧室偷拿东西啊？苏琪是越想越气，以前他有的时候闲着无聊就会制作些丹药，有不少丹药他制作以后就直接扔在屋的盒子里，然后自己老爹就跟耗子一样，自从发现了一次他的丹药以后，从此以后只要回家必然会搜刮一番，可以说他的实力完完全全就是因为苏琪的丹药。我是你老子，拿你点东西怎么了？自己儿子那些小药丸的效果确实霸道，也不知道这小子从哪弄。老哥，大伯，你们2个现在有些跑题了。老哥，现在我们是学生，大伯是教官，你给我收收性子好不？臭小子，听说你在东域魔法学院的新生大比上展露出了一种以前从未出现的天火，老实交代，你这天火从什么地方弄到？用得着你管，我爱怎么来就怎么来的。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控制不好，可是会让你灰飞烟灭。放心吧，我没事，天火是我师傅给我的。臭小子，你什么时候拜了一个师傅？我拜师跟你没关系。苏龙倒也不生气，毕竟自己儿子的性格他清楚，因为苏龙常年在外镇守边疆，和苏琪的见面次数实在是太少，回去还老是拿他的小药丸。苏琪，你竟然是苏龙元帅的儿子！我说天父怎么这么逆天，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雪莹对苏哥天天一副宅男的模样这么生气了。父亲是苏龙元帅，天赋不用说，背景也不用说，但就是没有一颗上进心。话说苏哥和苏龙元帅明明是父子，为什么总感觉他们2个跟仇人一样？万天乐满脸的困惑，他无父无母，实在是不明白这种情况。臭小子，我带你去吃晚饭。不去。你妈也在。那走吧。儿子，好久不见啊，有没有想妈妈我啊？苏琪闻言露出一抹微笑，对于这一世的母亲，她印象还是很不错的。秦雨欣开始询问苏琪最近过得怎么样，在大学里面有没有受委屈。但在苏龙听见苏琪说自己现在挺好的，还像以前那样后，就气不打一处来。臭小子，你就不能有点上进心吗？手机和电脑有什么看和玩的？我可不喜欢我儿子去干那些危险的事情，我就这一个儿子，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他这样安稳稳的，我感觉挺好。对了，爸妈，你们最好给我解释一下我和紫菱的婚约是怎么一回事。啊，什么婚约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紫菱看着2人表情以后，忍不住抿嘴笑了一下。臭小子，紫菱这么好的姑娘，竟然都不知道珍惜，跟我年轻时候比可差远了。这样数落自己儿子，秦雨欣可不惯着他，直接就是一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龙哥，咱们2个刚认识的时候，你好像跟我说话都有些结巴。陈年往事都是陈年往事。苏龙立马将话题转移，开始说明天要带他们进万妖山脉历练的事情。妖兽山脉里面有一个我们的据点，只不过前一阵子已经被攻陷。你们的任务就是前往据点，将里面的妖族全部杀死以后，等到有军队过来，重新控制据点再返回。还有就是，苏琪对此并无异议，摆烂嘛，大不了换个。第2天清晨，苏龙带着队伍前往万妖山脉，山脉有很多妖兽，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并不能开车。苏琪和李慕白坐在亡灵骑士的马车上，一副懒散模样，跟在大队伍最后。舒坦，没手机，哎，没有手机的日子真难熬啊！就在2个人悠闲的时候，一双粗糙的手却直接将2个人拎了起来。一片赤胆平乱世，手中长枪定江山。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却相在我面前还想偷懒，你们2个胆子挺大，给我去前面探路去。本来在后面偷懒的2个人，现在成为了最前面探路的。苏琪下意识放开神识，这一下还真有所发现，竟然是赤红妖蚁，正好没有这类魔法卡。怎么了吗，苏哥？前面有一群赤红色妖蚁，大部分都是初阶级别，最强的是以后高阶6星。那我们怎么办？李慕白话音刚落，周围的妖兽便向他们袭来。此刻某个石头后面，倒是想要看看这群小家伙的临场应变能力如何，遇见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大家不要慌张，苏琪，我在前面打头阵，你在后面放火。天乐，你召唤亡灵战士负责干扰和辅助，治疗系跟进，体系保护远程输出。
金属真身。复刻金属真身。韩毅的战场经验十分充足，在赤红妖蚁群出现的一刻就下发了命令，众人斗志昂扬，正准备投入战斗。然而苏琪和蒲剑甫到之处，妖蚁全都化为灰烬。这臭小子的天火可真霸道，也不知道他师傅是何人。苏哥，这是历练，也给我们一个出手的机会呀。那你出手的机会来了。苏琪话音刚落，一只高阶妖兽突然出现。原来你们找死！兄弟们，开始战斗。苏琪则是直接去捡魔法卡了。站在旁边观看的苏龙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有见过几个中阶法师顽劣高阶妖兽的吗？报告元帅，没有见过。今天你就见到了。给你们看看我最近刚领悟的一招，嘿嘿，亡灵赵云，我的勇士，听从我的召唤法。一片赤胆平乱世，手中长枪定江山。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堂堂高阶以后，竟然被中阶级别的亡灵赵云一击必杀！我靠，牛逼！上将赵云，天乐你好帅！我操，原本是打算差不多的时候出手解决高阶以后的，完全没有必要嘛！这几个臭小子真是一个比一个奇葩。众人一路无阻的来到据点，妖后已经陨落，驻守其他小妖也都逃走了。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守在这里，等待军队过来重新控制据点，就算完成任务。没有动漫，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日子可真难熬啊！几天后，终于盼到了援军到来。当众人回到军营，一直没有现身的苏龙终于是出现了，对众人这一次的实战训练表示了满意。韩毅是吧？你小子的潜力还不错，带兵作战能力很强，以后要是有想法可以来军营找我，我很喜欢你这样的人才。哇，真的吗？我愿意。雪莹，这几年真是麻烦你了，大伯也没什么好给的。这件高阶魔法器你拿着，未来几年内还需要你再帮我照看一下你这个二货堂哥。谢谢大伯。万天乐，这小子的召唤术是真的霸道。在万天乐期待的眼神当中，最后苏龙只憋出2个字：不错。苏龙看向了最后一个人，苏琪。臭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倒是长了不少本事啊！不错，有老子我当年的风范。有话快说，有屁快放。看着苏琪一副吊儿郎当、极为欠揍的模样，苏龙强忍住打人的冲动。今年你放寒假，我和你妈会回去陪你的。有什么话我们到那个时候再说。看样子今年放寒假自己必须出去了。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只想。接上集，新生历练时，万天乐召唤赵云出战，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回到东域后，苏琪才发现认识的牌老竟然是一只王阶8星的妖兽。苏琪，拿出你的实力来，阻止我破坏这个我热爱的城市，因为我别无选择。回到了东域魔法学院，距离期末已经只剩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生活又归为平静。宿舍除了苏琪以外，其他人都在睡觉。学姐，你的店是不是也上了新卡？因为新卡上架，现在店的生意火爆程度简直就是离谱，现在已经卖完了，真是搞不懂你，明明这么喜欢魔法卡，怎么就不知道出新型魔法卡的事情，提前过来排队呢？其他顾客很多都是早上5点就过来排队了。别提了，刚从边疆那边回来，之前一直都没有手机，别说新卡的消息了，我就连动漫都没看。云溪月闻言才想起苏琪是大一，应该刚刚经历完实战历练。小伙子，没想到你竟然还去过东域边疆啊！大叔，我以前可也没少在那边战斗啊。这位大叔看不出来啊，能从东域边疆战场出来的可都不是普通人，我敬佩你。哈哈哈，都是些陈年往事，过去了，都过去了。一会买魔法卡能给我打折不？和苏琪一样，你们2个都8折。随后2人都各自消费了一波，满意的走了出来。好家伙，不愧是牌老，为了魔法卡钱是真敢花，小伙子挺有钱啊，富2代吧？大叔你也差不多，富1代吧？哈哈哈，今天咱们2个也算臭味相投，去我家吃个饭认识一下，以后我们也可以换卡。可以。大叔，你平时都是做什么工作的？我20几岁的时候从战场下来，给了不少退伍金，后来开始学电脑编程什么的。我偷偷告诉你，现在魔法卡的投影设计我也参与了一部分。哈哈哈！陆明川在说这话的时候很骄傲，苏琪则感觉诧异。你一个王阶级别的妖兽，竟然会喜欢收集魔法卡？大叔，你今年既然都55岁了，你妻子和孩子呢？我没有结婚，自然也就没有孩子。自从20年前母亲过世以后，就我一个人在生活。大叔，你一个人不寂寞吗？寂寞吗？我感觉不寂寞，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纵使人们面对灾难也能找到乐趣。平时和同样的牌老说说话，交流一下心得。无聊的话出去走走看看，有山有水，看腻了风景还可以去猫咖狗咖这种地方逗逗宠物。一个能让宠物都感觉开心的世界，我又怎么会感觉寂寞呢？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陆明川真的很喜欢这里，苏琪不由得眉头一挑。
似乎他好像并不坏，至少在他身上没有看到杀戮的气息。大叔怎么看你闷闷不乐的？没什么，就是遇到了一些事情，我逃避许多年的事情，如今不得不面对。哎呀，人生在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是为了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了别人或者是什么事情而活。是啊，你说的对，顺从自己的内心才是最好的选择。不瞒你了，其实我真名叫月川，我的种族是天妖，通俗将就是你们口中异界妖族的一类。苏琪则是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我们天妖狐是个比较特殊的种族，可以学习所有妖法。就比如我之所以能幻化成人类，就是因为我学习了狐灵妖一族的幻化魔法。我曾经是一个战士，妖帝之下最强的战士。我为我曾经的光辉岁月感觉骄傲，我更为我曾经的行为感觉羞愧，因为我杀了很多人。所以呢，天妖狐的身躯骤然变大，王阶8星级别的威压瞬间向苏琪袭来。苏琪，拿出你的实力来，阻止我破坏这个我热爱的城市，因为我别无选择。一声呼啸响彻整个希望之都，所有超阶强者全部都心神一颤。大叔，我明白了。这场战斗持续了1分钟，烟雾散去过后，重新变成人身的陆明川静静躺在地上。这座城市真是百看不厌啊！陆明川发出感叹，苏琪则是静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苏琪，拿走我的力量吧！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魔法卡对决最高的比赛场上看见我的卡组，替我完成这个心愿吧。我就是个宅男，没有闲工夫去完成你的梦想。时间很快来到期末，宿舍内，苏琪4人满脸懵逼地看着王文，而王文博则满脸无奈地看着眼前这4个二货。马上期末了，你们对明天的选修课期末考试这么有信心吗？往年可是有不少学生都对学校的期末笔试考试感觉头疼啊。此言一出，4人就懵逼了，全然不知还有笔试这一科。我知道你们实力强，也不怕挂科，但那是你们的专业课，而期末考试的笔试是公开课，你们该不会开学时候选修的课一次都没有去上过吧？此言一出，4个人同时点头。尼玛的，这是大学生，怎么连选修课都不去上啊？大一上学期的选修课，因为很多事情耽误，导致上课时间短，所以只要你们期末考试合格，就不会挂科，抓紧学吧，别等到时候我追着你们补考。王文博说完就走了，只剩下4个人开始讨论开学时候他们选修的都是什么课。卧槽，你们还记得咱们选修的都是什么课吗？我选修的好像是现代医学理论。哦，你会吗？你敢让我给你配药吗？懂了，我好像选的是魔法理论课，本来是想提升我千面术能力的。我的选修课好像是华夏武术。3人同时看向苏琪，苏琪表示无奈。我选修的是蓝星历史，别说蓝星历史了，我现在连华夏的历史都了解并不是特别多。要不然咱们哥4个就走一步看一步吧，说不定我们就能瞎蒙过去呢。第二天考场，请说出少林寺18掌每掌的名称。1掌、2掌、3掌、18掌。不好意思，回答错误。请问，如果一个火焰魔法以每秒10米的速度和冰系魔法发生碰撞，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会变成水蒸气。如果一个人失血过多进入假死状态，应该怎么办？给我打电话，找我买骨灰盒，还有棺材8折优惠，外带免费帮忙看风水选坟地。不出意外，除了苏琪以外的3个人集体挂科。你为啥没挂？韩毅表示不能接受，这就像是天天跟你摆烂的兄弟，说好一起考个普通大学，结果这家伙高考直接考了700分。用神识看答案作弊的事情可不能让他们知道。可能是我天赋异禀吧。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却相反。接上集，天妖虎在与苏琪对战中陨落后，妖帝再次对希望之都出手，并且这次派出了王阶10星的狐灵妖王。夜晚的希望之都繁华表面下却暗流涌动。天妖虎失去联系后，妖帝再次对希望之都出手了。确定就是这里？出手的正是狐灵妖王，王阶10星，他是妖帝手下10大高手之一。没错，妖帝那边给的指示就是这里。那就好，就让这个希望之都陷入无尽的恐慌和混乱吧。狐灵妖王抬手发动魔能，大量的妖兽从传送阵涌出。去吞噬人类血肉来增强你们的实力，让这里成为我们的屠杀乐园。希望之都嘛，从现在起就叫绝望之都吧。2天后的夜晚，最近希望之都出现了大量被吸干了鲜血的人，死因不明。猎妖协会怀疑是有异界妖族作祟，所以派出大量中阶猎妖队进行探查，其中就包括整补4人小队，这也正是苏琪4个人的猎妖队名字。哎，为什么要我当诱饵啊？为了找到隐藏在希望之都夜晚之下的异界妖族，只有找个人假装那种下班走夜路的打工人当诱饵，这个人就是你了。别看我没有那种合适的破旧衣服，都是名牌服饰。随后又看向了苏琪，发现他这一副摆烂的样子，乃像打工人。于是万天乐走在前面，3个老六跟在后面。没走一会，一个女人拦住在了万天乐面前。小弟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女人长相很少狐媚，闻言的万天乐没有丝毫犹豫，快速后退。回家。这位姐姐，你找我要做什么？当然是找小弟弟你做些有意思的事情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换个地方说话。万天乐心中恍然大悟。
小东西让我引用出来了吧？真没想到现在的异界妖族这般离谱，竟然都可以幻化成人形。苏哥他们没有现身，难道是让自己跟着过去，直接找到对方的老巢，然后直接一窝端？嘿嘿，好啊，好啊！想到这，万天乐便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一脸傻笑的跟着你们走。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碰到一个傻小子，而且看样子还是个厨。5分钟后，韩毅喘着粗气，将一只已经现出原形的狐狸扔在地上。妈的，可算是把这狡猾的东西抓到了。李慕白缓了一口后，突然发现不对劲，怎么只有他们3个人？等等，咱们是不是忘了些什么？忘记什么了？天乐那小子呢？刚才让万天乐去当诱饵以后，他们就突然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女人在看着他们。韩毅想去抓，结果对方却突然开始逃跑，最后花了5分钟的时间，他们才将其抓住。另一边，万天乐在美女的带领下，来到了附近一个灯红酒绿的酒店。哟，你这次怎么找到一个这么年轻，一看就是厨的小子啊？该不会是想老牛吃嫩草吧？哎呀，虎哥你可真是会开玩笑，不跟你说了，我该去忙正事了。这家伙肯定是这只异界妖的首领，看样子自己这是发现了一个妖族窝点啊！嘿嘿，苏哥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出现了？我明白了，一定是时候未到。对，就是这样。天乐这小子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要不咱再找找？要不去酒店看看吧？闻言，2人也都看向酒店。虎哥，那小子打女人，尼玛，敢在我场子闹事！虎哥体内虎妖血脉发动，身体肌肉开始膨胀。敢在我这中阶3星强者面前闹事，这个小子真是找死！果然是妖族，特么，你们这些异界妖竟然还想拿走我的纯洁！我呸！就在这时，3个老六也打了过来。哎呦，竟然这么多妖！哈哈，今天可以打个痛快的，都得给爷死！没多久，其他妖族都被消灭，虎哥也被生擒了。说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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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这小子什么也不说。特么，你们倒是问啊！说吧，你们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我们都是狐灵妖王用魔能创造出来的。我们如果想一直保持生命和增强实力，就必须不断地吸食人类鲜血才可以。据说有的可以把人吃的只剩下骨头，可惜我力量弱，没有那个牙扣。那你能联系，或者是告诉我们其他妖族的据点位置吗？没法联系，这是妖王大人安排的，为避免一网打尽，无法联系其他同类。我说完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4人陷入了沉思，随后3人目光转向李慕白，苏琪率先开口说出了他的想法。你的千面术能模仿这个家伙吗？当然可以，而且还是用千面术里面最简单使用的办法。然后4人露出坏笑看向虎哥，虎哥顿时冷汗直冒。我穿越到了一个魔法和科技共存的世界，而我却相反。接上集，在万天乐的引诱下，终于找到了一处妖兽据点，最后决定让李慕白变成虎哥的模样，混进妖兽老巢，并且一举歼灭。慕白，你能变成妖兽正常人的模样吗？没问题。李慕白看了一眼虎哥，随后身体不，很快他就变成了虎哥的模样。虎哥见状，直接吓得瘫软。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万天乐突然召唤出了一只黑色飞虫在手上。我这只蛊虫的嗅觉很灵敏，肯定能嗅到其他妖兽的气息，找到妖兽的大本营，还不是易如反掌？嘿嘿，你真的是天乐那小子吗？什么意思？你小子什么时候脑子竟然这么好使了？韩毅，你滚！然后李慕白带着蛊虫在前面走，另外3人跟在后面。3人和李慕白保持一段距离，一旦李慕白遇到危险，他们就急忙赶过去。万天乐看着2人这么细心关注李慕白的举动，有些感动。想必刚才在酒店，他们也是这样细心的在暗中保护自己，并且在事发以后立刻赶到现场，自己拿他们当哥们，他们真拿自己当兄弟啊！有这些兄弟值了。就在万天乐感叹自己是多么幸运能遇上对自己这般好的3个铁哥们时候，另外一边的李慕白已经在蛊虫的带领下越走越远，越走越偏。虎哥，你怎么在这里？快跟我来！咱们老窝被猎妖协会的人发现了，快去支援啊！终于是出现了。随后，变成虎哥的李慕白跟着这只狐妖来到了妖兽老巢。此时的妖兽老窝一片混乱，数不清的狐妖将一只中阶猎妖队给包围。这里竟然会出现这么多妖兽，难道这里就是潜伏在希望之都的妖兽老巢？只要一会吃了这些人，将他们的力量消化，我就能一举迈入超阶级别。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在看见这一幕的韩毅很激动。同胞正在面临生命危险，怎么可以置之不理？哥2个跟我杀！先等等，现在还不了解情况，万一打草惊蛇，不但救不到他们，我们也会被围困。可是他们……苏琪见状不为所动，大不了一把火烧了。禀告大王，虎哥找到了。阿虎，酒店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报告大王，一切顺利。那就好。等等，你的声音怎么怪怪的？可能是昨天晚上感冒了。就在这时，李慕白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东域魔法学院的学生欧阳雪。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他和这些狐妖同流合污？这是你要的东西，算是我们狐妖族和你们妖神殿合作的见面礼。我妖神殿在此先谢谢大王了，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开始后面的计划了。
竟然是妖神殿的余孽。上次彭城一战后，这么短的时间，妖神殿竟然又活过来了。报，发现3个人类魔法师就在附近，其中一个拿着喇叭，还有个一身肌肉的体修，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路数。欧阳雪听到这些特征，表情有些激动。拿着喇叭的魔法师，身边还有一个体修，一定是万天乐跟韩毅。大王，我恳求你现在就给我把这3个人杀了，他们是我们学校的奇葩，日后肯定会影响妖王大人的计划。狐妖有些诧异，扭头看向欧阳雪，询问道：“这3个人的实力如何？”拿着喇叭的那个一定是万天乐，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中阶魔法师。体修的那个应该就是韩毅，是一名中阶体修普通魔法师。另外一个我不确定是谁。我手下说另外头发有些长，按照现代话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宅男。这个人你知道吗？苏琪，一定是苏琪，也是一个普通的中阶火系魔法师。好，既然如此，那他们3人今天死定了。话音刚落，所有狐妖全都蜂拥向了一个方向，而那个方向正是苏琪3人所在的方向。不一会儿，3人便被包围起来。所有低阶小妖该干什么就该干什么去，来10个中阶级别的跟我去活捉这3个人。他的想法很简单，把3个人活捉，让欧阳雪亲自折磨。那样的话，他们和妖神殿的合作肯定会更加稳妥。好好享受下这场死亡的盛宴吧，感受下被猎杀的绝望吧。擒贼先擒王，打团要打后方，妖孽吃我一记闪光踢。慕白，快跑！你脑袋是有病吧？看不出来那是 BOSS 吗？然而飞到空中的李慕白回答道：“你说啥？风太大，我听不清。”狐妖一脸不屑，抬手一击，李慕白直接倒飞出去。早就发现你不对劲了，果然是奸细。看样子他应该就是所有魔能的头，只要杀掉他，其他狐妖也会跟着消散。看出来了，又能怎么样？你以为你打得过我啊？我让你一拳都磕。话还没说完，狐妖感觉自己肚子早已经麻木了，往下看去，才发现苏琪仅仅一拳就击穿了他的身体。怎么可能？随后他的魔能开始流失，身体慢慢消散，不一会儿便消失不见。周围的狐妖也就化作一股能量，朝着一个地方飞。这个地方正是狐灵妖王所。这怎么可能？是什么人竟然有如此实力，一击就杀死了所有狐妖？他用魔能创造的狐妖，在死后的魔能大部分都会重新回到他的身上。不好，对方肯定可以顺着这股力量找到自己。是您的晚餐。等一下，我没钱，可以不要吗？这是免费的，先生。那给我打包10份，我下飞机以后慢慢品尝。接上集，狐灵妖王用魔能创造妖兽群，试图入侵希望之都，最后被我一招破除，然后顺着返回的能量找到了狐灵妖王的藏身之处。很有可能他就是杀死天妖虎的那位强者，那么我对上他的胜算微乎其微。谁也说不准这个神秘强者到底比天妖虎强多少，能不正面硬碰，肯定就不正面硬碰。还是先回妖帝那边去说说情况。空间裂缝出现，狐灵妖王直接离开，刚一离开，苏琪便出现了。既然逃得这么快，谁懂啊？王阶级别的魔法卡，我可是一张都没有啊！另一边，妖帝进攻。禀告妖帝大人，希望之都出现一位神秘强者，极有可能是来自异界的修仙者。仅仅只是妖帝的一丝威压，便压得狐灵妖王口吐鲜血。这就是你失败的理由吗？属下不敢。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跟那只熊去西域，攻不下西域，你们也别回来了。是，属下告退。主人，西域那边势在必得，您就等着好消息。真是一群废物！还有，魔主大人那边已经下达命令了，势必要在5年内拿下蓝星，如果失败，后果自行承担。他是来自异界的修仙者，魔主身边8大护法之一。我一定竭尽全力。可是主人，东域那边有一位神秘强者，极有可能也是一名修仙者，还望主人出手相助。我要是能出手，还要你们做什么？要不是天道法则，本座早就出手了。这是天道立下的规则，高位面对大修士，不得对低位面出手，否则会被天道直接抹杀。可是主人，行了，只要你们能在5年内拿下蓝星，魔主就能更改蓝星的天道法则，到时候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4人去猎妖协会交差后，就回到了宿舍。这时李慕白却提起了妖兽契约这件事。对了，天乐，我发现你的白玉蜘蛛好像很长时间都没有突破了。你最近不是生意兴吗？你的契约妖兽怎么没跟你一起突破啊？契约妖兽？我什么时候说我的契约妖兽是白玉蜘蛛了？他们只是我用古树里面的驱虫术驯化的。你特喵的一个中阶召唤师，竟然到现在一只契约妖兽都没有。没钱啊！你们是不当家，不知道油盐贵。像我这种穷人家出身的孩子1毛钱，恨不得掰2瓣花，苦啊！闻听此言的3人是一阵无语，但是却又感觉万天乐说的没毛病，因为妖兽这种东西确实贵，尤其是可以被驯服签契约的。我刚得到消息，西域沙漠前不久有人发现了古龙幼崽，中阶的实力，要不然咱们去西域一趟。李慕白此言一出，3人陷入沉默。现在距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去一趟西域沙漠浪一圈，寻找传说中的古龙，倒也不是不行。西域沙漠我恐怕不能陪你们去了，我这2天就得回家一趟，军区那边好像有事情找我。韩毅有些无奈，李慕白又看向万天乐和苏琪。去啊，我当然去，这是给我找契约妖兽，我为什么不去啊？我也去，正好我现在还不太想回家。昨天他老妹给他来消息了，说他老爸老妈已经回家了，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现在是真不想回去。
好，既然如此，那我这就订飞机票，咱们去西域沙漠浪一圈。哥几个，兄弟不能陪你们去，你们可要平安归来。放心吧。就这样，三人很快来到飞机上。万天乐有些坐立不安，很明显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您好，这是您的晚餐。等一下，我没钱，可以不要吗？这是免费的，先生，你不用担心。你一个坐头等舱的客人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真的吗？没错的，先生。哦，那给我打包10份，我下飞机以后慢慢品尝。万天乐话音刚落，李慕白的巴掌直接飞了过来。这位漂亮的姐姐，我朋友脑子有点病，还望你可以理解。没事的，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有可乐不？有的，先生，不过百事没了。雪碧有吗？有的，先生，我这就给你去拿。不用，我不喝，我就是问一下。有芬达吗？有的，你要什么口味的？算了，还是给我来杯矿泉水吧，不喝百事以外的饮料。话音刚落，苏琪的巴掌就落到了李慕白脸上。别听他唠叨了，给我们来3杯白开水就行了。好的，先生。风姐强压着怒火，要不是苏琪这一巴掌，她都很想给眼前这个人来一巴掌。几个省时的飞行，最终飞机降落在了曙光之都的机场。三人刚走出来，一道声音响起：“哈哈，慕白，几年不见，你小子倒是长高长帅了不少啊！”秦叔，好久不见啊！哈哈，可不是吗？走，叔带你们3个去感受一下西域的美食有多美味。苏哥，天乐，这是我爸的好友秦昊山，正儿八经的超阶魔法师。秦叔，这就是我说的好朋友苏琪、万天乐。秦叔好，秦叔好。不错，看样子慕白你和你父亲一样，喜欢结交朋友啊。李家有你，还有你哥和姐，何愁未来华夏的战力也定然会因为你们而得到增长啊。他是贫苦出身，而当年资助他成为超阶魔法师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李慕白的父亲李军。秦叔，你之前说西域有人在沙漠里面发现了古龙，你知道这个古龙在什么地方吗？古龙是我朋友去沙漠里面探查妖族动向时候发现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等会我再